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这2天我们这边是明显的升温了，最低温度也升到了-24度了，还是挺暖和的，这都已经开化了。前段时间用报废的轮胎做了一个深渊花海茶几，得到了3-4千万朋友的喜欢。今天我们再用这个废旧的镜子做一个深渊花海云朵镜，看能不能成功。我家就走廊里有一面镜子，这要是化个妆啊、擦个粉啥的，都得站在门口开着灯照，还是黑黢黢的，脸上啥的也看不清。正好有一面不用的大镜子，给它拉一下，做一个化妆镜。这刚敲2下就给绷住了，然后就去店里边给加工一块。像住平房的话，就是废旧的东西比较多，一般也都是放起来，干啥的也都能用上。这个废的这种薄板子给它裁一下，用来做这个边框是刚刚好，给它裁成云朵型的，里边也给它掏空，然后外圈打上几个孔，把这一次性筷子也给它结一下，用来做这个支撑点。把这个半透镜用胶给它固定在里边，再把这个 KT 板给它裁一下，拉成一块一块的，后边的话也不能拉透了，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云朵型了。先固定在里圈，然后打上胶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做花朵了。用这个扭扭棒拧几个自己喜欢的花型，到时候放镜子里边。这个扭扭棒拧起来还是挺费时间的，这拧完已经是太晚了，第2天一早赶紧起来接着做。底边打上2个孔，先把这个灯带给它穿进来，固定在里圈上，然后把这个花一个一个的给它插上，最后再用这个热熔胶给它固定一下，更结实，防止它来回动。这个镜片也取回来了，比量了一下是刚刚好，用胶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封盖了。把这个外圈跟支撑点都打上一点胶，这样也更牢固。再把外圈然后用 KT 板给它包一圈，遮丑，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。吹干之后，再用这个超轻的粘土给它粘一圈，这样更美观一点。最后再把外边这一层薄膜给它撕掉，一个深渊花海云朵镜就做好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效果吧。里边是黑炭吗？哦，黑狗狗。跟胖在一起大概也有个5-6年了，这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，有苦有甜，有吵有闹。从小的出租屋搬到大的出租屋，再到放弃北漂跟他回老家，这1年多也适应了这边的生活，相处的也很融洽。新的一年，我们决定给彼此换上一个新的身份。昨天意外发现我家黑炭来姨妈了，黑炭也算是一个大狗狗了，这2天可能也有点不太舒服，给它炖点肉，吃点营养的补补。这些有邻居家给的，还有自己家囤的一些，给它攒了好多。这天是越来越暖和了，马上也该放不住了，都给它炖了。看这天马上都3月份了，还在飘雪呢，咱也不知道这要下到啥时候。给它划拉划拉，外边这火先烧着，回屋暖和暖和，用这些食材做一个家庭版的小零食。现在天还冷，得窝在家里还得待一段时间，没事的时候坐在这个热炕头上追个剧啊啥的，嘎达牙齿。先把这些配料给准备好，只要用这个最小火做的雪花酥，没啥是搞不定的。放1小块黄油，然后化开之后倒入棉花糖，这棉花糖给它来回翻一翻，等融开了再倒点奶粉给它搅拌一下，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干果啊啥的。我放的有无花果、蔓越莓，还有坚果、小饼干，都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来就行。给它翻一翻，然后搅拌搅拌，稍微晾一下，趁着这个热乎倒出来，给它压实晾晾。紧接着再做第2块、第3块，同样的这个步骤，再做一个奥利奥草莓的。
做好后给它倒入这个盘里，按压紧实，等晾凉之后它就变硬了，就可以切了。好吃吗？饼干，奶味的哟。简简单单这一大盘雪花酥就做好了，切好了再给它装进这个密封袋里边。这回追剧的时候就又有小零食吃了，又能吃上个一段时间了。给它装进这个箱里，然后放在一个凉快的地儿。外边大锅里的肉也好了，给黑炭泡点饭暖和暖和。这次又能吃个好几天了，看这雪估计这一下又得下上个1小天了。看南方地区都已经春暖花开，甚至是穿短袖凉拖了。我们这边依然还是冰天雪地的，最低温度还是在零下20多度。虽然是温度低，但是白天有太阳的话，也都已经开化了。这院的这一层厚雪积攒了一个冬天，也该给它清了，不然这一化院里都是稀囊的。从第一场下完雪之后，紧接着就下的雨，地上就结了一层冰，然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雪。为了这地面走起来没有那么滑，特意是留了一小层雪，慢慢的走来走去就给它踩实了，也不至于那么滑。现在是天越来越暖和，也没有下雪天了，赶紧把这雪给它清了，不然这院里化的都是水了吧唧，踩的都是泥。屋里洗的衣服也好了，拿出来也都给它晾上。好多朋友都好奇冬天那么冷都是咋洗衣服的。像我家的话有洗衣机，但是没有下水，只能把这洗衣机给它加高了，然后接水一桶桶的往外拎。等我晾完衣服出来，胖也把院里的雪给铲完了，这铲下来还挺厚一层呢，都给它扔在帐子外边河沟里。时隔几个月，终于看到我家这院子地面了，现在还鼓着呢，等再过个1、2个月，这地面才能恢复之前的样子。这几天化的都老快了，这雪人都剩下这半拉身子了，这冰缸也都开始化了，里边的冻里有点化。看这一冬天也是没少吃，4大缸，是一边吃一边囤，还剩下这些，都给它放在这个大缸里边。这个大缸那么厚，还能再囤个几天。这都吃了吧？赶紧吃。这还有一袋水果，是啊，柿子，这个好吃。赶紧吃吧，这几天。最近不买菜啥的了，就赶紧吃这囤的这一大缸了。本来是想着煮一个冻饺子吃还省事儿，后来想想还是来点素的吧。之前做的这个冻豆腐，做一个豆腐白菜汤，再来拌一个凉菜，简简单单又是一顿。酸吗？在我的猫冬生活里，做的最多的就是除了吃睡，就是点火烧炕掏灰了。从夏天的2天烧一次，到1天烧2次，再到现在的全天烧，这一烧就是半年多，都快给我烧懵了。歪屋地的锅炉也有个几天没掏了，这天天烧火，灰也多，这灶炕也都要满了。撒点水把这灰给它掏了，拎出去倒了，再缠点煤，然后捡2根柴火回屋把这火给点着。虽然是天天在家猫着，这也不带闲着的。后屋这个火是24小时都不能灭，光屋里这俩炉子一天也得烧个好几遍。虽然现在是已经开春了，也还是没有特别的暖和，这火也是差不多要烧到个4月中旬、5月份才能停。在农村的话，就是活也多，5月份开始春种，10月份秋收，剩下的半年就是忙活点家里的小活了。现在是天也越来越暖和了，雪也开始化了。之前后院的这个雪都给它堆到外边大门口，都老大一堆了，给它也清了，不然这一化的都是稀囊的，都是水。还有就是我家车的话也没地儿放，放门口这块的话来回过车也过不去，最近也都是放在后院大姨家门口，给它清完的话放车也能宽敞一点，也不用来回挪车了。
这块也只能清出这么大位置了，在前边的底下也都是灰，冻的是梆梆硬，也都铲不动。把支着帐子的这俩木头先给它挪了，一会儿胖回来停一下试试。那清完了，你直接放那儿吧，它能放下吗？应该有点短这位置。这位置是刚刚好能停下，还稍微有一点紧吧。再大一点的话都停不下。放这块的话也不挡路，过车还是挺宽敞的。等这雪再化点的话，这块放车就更宽敞了。收拾完歇会儿，这天也就快黑了，还有挺多剩菜，再加一点菜给它热一下。现在天一回暖，我俩是天天的开始打扫这冻菜了，更入味了。当然了，东北大玉米，给。进入2、3月份，中国东北的农村依然被厚厚的积雪覆盖。这里的冬天漫长而寒冷，气温大多在零下10几度，有时甚至会降到零下20、30度。虽然白天气温有所回升，但大地仍然被冻土封锁，河流上的冰层依然结实，人们的生活依旧围绕着寒冬展开。这个时候，农田还沉睡在冰雪之下，春耕尚未开始，但村子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为新一年的农事做准备。农民们修理犁、锄头等农具，检查播种机，整理种子，挑选化肥，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好充足的准备。一些人开始清理自家院落的积雪，打扫仓库，为即将忙碌的春天腾出空间。牲畜棚里，牛羊们被圈养在温暖的屋舍里，吃着农民们精心储存的干草和饲料。每天，人们都会定时给牲畜添草，清理圈舍，确保它们能安全地度过寒冬。等到春天来临，这些牛羊就能被赶到田野里，为新一年的劳作贡献力量。村里的男人们这时候大多会去山里打柴，或者修补冬天被风雪损坏的房屋和围墙。家家户户的院子里，劈柴声此起彼伏，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淡淡香气。女人们则在家里忙着缝补衣物、腌制酸菜、制作豆腐、冻梨、冻柿子等东北特色的冬季食物，确保家里在春耕前不会缺少食物储备。而孩子们虽然天气寒冷，但他们依然活力十足，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在雪地里追逐打闹，滚雪球、堆雪人，或者坐上自制的木板爬犁，从村口的小坡上飞驰而下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寒冷的空气中。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围坐在炕头，一边烤着火，一边喝着热茶，聊着家长里短，回忆着过去的冬天和春耕的往事。他们知道，虽然现在仍是寒冬，但用不了多久，阳光会变得更加温暖，冰雪会逐渐消融，村子里的小溪会重新流淌，黑土地将再次苏醒。2、3月份的东北农村虽然仍是冬天的世界，但人们已经开始憧憬春天的到来。他们在冰雪中坚守，在寒风里忙碌，用勤劳和希望迎接新的一年。等到大地回暖，春风拂过田野，村子里的生活也将迎来新的篇章。